细心的小伙伴可能会发现，生活中大部分的冲突都符合这样一个过程：先是沟通不畅，然后争论升级，最后撕破脸皮吵架，甚至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。很少有那种一上来就你瞅啥瞅你咋地，要比划比划的。而且也确实有很多人说话让人很不爽，比如老公很晚才回来，老婆不乐意了，你咋不死外边呢？不想过就离婚。老公一听更不乐意了，自己这么辛苦，回到家你还这个态度，两人不吵架才怪。这些话本身就是语言暴力，并不是在陈述事实，而是表达自己的愤怒情绪。一方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评论批判，另一方则是满脑子的抵触情绪，只会感觉你在教我做事啊。这种沟通，两人是不可能坐下来好好谈的。其实只要开口说话，语言暴力就无处不在。小时候父母就经常说我笨得跟猪一样，你看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。在学校同学起外号，胖的叫胖子，瘦的叫麻杆，甚至孤立排挤。工作了，领导咄咄逼人，同事阴阳怪气。可不要小看这些话的影响，这就是典型的原生家庭、校园冷暴力和职场 PUA。不过有一种说话方式神奇到可以解决90%以上的沟通问题，它不光应用到日常的沟通交流，甚至被广泛运用到世界各地不同层面、不同环境的冲突预防和解决，比如种族歧视和战争。是不是觉得有点夸张？但都是事实。这要从一个大神的故事说起。至于他是谁，咱们先卖个关子。这个大神擅长做调解，有一次他去巴勒斯坦演讲，不过那时候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天天打仗，然后美国给以色列供应了武器，美国好像一向都这么损，所以下面的观众对这个美国人充满敌意，有观众骂他谋杀犯，打死他！报仇！报仇！大神就在台上跟观众交流了20分钟，最后那个骂他谋杀犯的人还请他到家里吃晚饭。这个人就是马歇尔·卢森堡博士，全球首位非暴力沟通专家。上面提到的万能说话公式非暴力沟通就是他提出的，不仅可以有效化解沟通中的问题，没准还能让情商翻1倍。我们先看一下生活中常见的暴力沟通。卢森堡博士把它称为异化沟通方式，有4个表现。一、道德评判，用自己的价值观来评判别人。比如一对夫妻，就叫他们刘英玉田吧，女方想多要一些体贴，玉田就说她太粘人了，反过来刘英说玉田不爱自己，这都是道德评判，因为粘人不爱都是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的，他们都不是客观事实。2、进行比较，如果刘英天天跟玉田说，你看人家永强多好，既能挣钱又顾家，不出2集他俩就得离。让自己过上悲惨生活的作者格林伯格调侃，如果你想过上悲催的生活，天天跟别人比较就行了。3、回避责任，刘英嫌玉田回家晚，玉田说是你每天瞎吵吵还让我死外边的，刘英也反驳是你天天不找家的，你看吵架不都是这么来的吗？4、强人所难，这种语言往往带有威胁性，比如刘英说玉田，你再这样我就告诉我爸和你爸，刘能跟赵四一掺和，那准没好事对吧？如果用非暴力沟通来解决他们俩的问题，就变成了这样：玉田回家晚，刘英说这个星期你有5天都是12点才回家，我感觉很难过，带孩子很累，我需要你分担和陪伴，以后每周至少3天8点前回家可以吗？虽然话有点长，但玉田基本没法反驳。这句话包含了观察到的事实、自己的感受、真实的需要和具体的请求，而这恰好是非暴力沟通的4个要素：事实、感受、需要和请求。通过非暴力沟通，我们不再是条件反射式的反应，而是在清晰地表达自己的同时，还给对方足够的尊重。下面咱们拆开来看非暴力沟通应该怎么说。第一个要素，观察，只通过观察陈述事实，而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去评论，给对方贴标签。父亲说儿子2次都没及格是观察，说儿子笨得像猪就是评论。领导说下属这个方案没通过是观察，说下属能力不行就是评论。张三说李四11点才起床是观察，说李四懒得要死就是评论。观察不添加任何感情色彩，最好是具体的可量化的事实，这样更能引起对方的重视。用经常、很少这样模糊的词汇，可能会引起观察和评论的混淆。为了方便理解，给大家出个小问题：这2天你事儿可真多，是观察还是评论呢？第2个要素，感受，在沟通中表达感受非常重要。同样一个表情，不同的人理解是不一样的，特别是像 QQ、微信这种异步交流模式。这个表情是单纯的微笑还是呵呵？这个表情是让我看看还是不忍直视，都不好猜。所以自己什么感受就直白的说出来，不要让对方猜。这里要注意感受跟想法的区别，感受更多的是自己的情绪，开心、失落、害怕、生气这些。想法除了情绪还有行为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是想法，我感觉心烦意乱是感受，我觉得自己被误解了是想法，我很郁闷是感受。另外表达感受也要具体，我很好，我没事儿，这些听着总会让人觉得你不好，你有事儿，对吧？第3个要素，需要，表达完感受之后，就可以直接说出自己想获得什么需要。一般情况下，咱们聊天都会通过批评来提出自己尚未满足的需要。比如玉田说，你从来不理解我，实际上他渴望得到刘英的理解。再比如孩子对父母说，你为什么总是管这么多？其实他希望有一些自己的空间。不过这种抱怨式的情绪发泄，
对方往往是申辩或者反击。我怎么不理解你呢？我管你还不是为你好。这样的回应沟通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所以不要批评，不要指责对方，不要翻旧账揭老底儿，有什么需要直接说出来。非暴力沟通提到，每个人都可以享有的基本需要包括自由选择、庆祝、言行一致、滋养身体、玩耍、情谊相通、相互依存。第4个要素，请求。说完自己的需要之后，最后一步就是提出请求，告诉对方他需要为你做什么，同样也是越具体越好。很多人特别是职场中，表达请求的时候含糊不清，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，听的人还一头雾水。比如甲方让你改方案，张嘴就来，要大气又不能落俗，要形象又不失内涵，这种不说人话的要求，不 pass 个10几版方案肯定下不来。另外，请求跟上面咱们提到的强人所难不一样，请求是在尊重和倾听的基础上提出的，而强人所难就是命令和威胁。父亲对儿子说，我希望你把玩游戏的时间用在学习上，这是请求。听完他可能就收敛掉，下次必须考第1，不然别回家，就是强人所难。这话说出来，儿子没准真不回家了。滚就滚！这4个要素加在一起，就能把自己真实的感受和需求清晰地表达出来，对方也能很好地 get 这句话的目的。另外，公式并不是固定的，不是每次表达都需要按这样的顺序走一遍流程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顺序或者删减要素。非暴力沟通的精髓是对这4个要素的察觉和理解，而不是过度使用语言技巧。除了这个万能公式，卢森堡博士还分享了3个沟通好习惯。1. 用全身心倾听，不管对方怎么表达，你都可以把对方话里的观察、感受、需要和请求抽离出来，然后给对方反馈我们的理解，判断如何满足对方的需求。比如你爸妈说你最近不和他们聊天了，他们的需求就是希望你多跟他们沟通，这个时候可以说出自己的感受和请求，也可以用疑问的方式继续询问对方的观察，切记不要用反问句，我怎么不跟你们聊天了？凭什么这么说？哪里？2. 充分表达愤怒。非暴力沟通并不是讨好别人，不能生气发火，而是主张深入了解愤怒，充分表达内心的渴望。愤怒往往是需求得不到满足。你说我笨，这个评判让我生气，我的渴望是证明自己是个聪明人。非暴力沟通表达愤怒的步骤：1. 停一停，什么都别做； 2. 想一想是什么想法惹自己生气； 3. 体会自己的需要； 4. 倾听别人的需要； 5. 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未满足的需要。3. 充分表达感激，感谢别人的时候尽可能具体一点，多说几句也无妨，又不费钱，对吧？非暴力沟通表达感激要说出这4点：1. 对我们有帮助的行为； 2. 我们哪些需要得到了满足； 3. 我们的心情； 4. 感谢的话。比如别人借钱给你，你可以说，这笔钱真是雪中送炭，现在公司资金又正常流转了，下个月就能还你，心里的包袱总算放下了，太感谢你了。这话比简单的谢谢、回头请你吃饭要真诚得多。这种非暴力沟通方式不仅能解决大部分的沟通问题，还能让一个人的内心变得平和，不再被情绪左右。就像这本书封面上的一句话，当我们褪去隐蔽的精神力量，爱将自然流露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关注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